为何说中国已经站在了国际前沿？中国到底赢在了什么地方？现在的中国为何能对世界各国产生巨大影响力？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近年来，我国不断发展综合实力，以一个全新的面目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中央，让世界各国都看到了这条东方巨龙已经苏醒。现在的中国今非昔比，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招惹得起的。那么，中国能够站在国际前沿，究竟靠的是什么呢？对此，有欧洲媒体已经分析出了原因。据环球网相关消息报道称，12号，奥地利有媒体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将在10年后成为世界冠军》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介绍到了2030年后中国在经济、人工智能、半导体、天空旅行、核动力、环保技术、军事武器这7个领域排名将靠在世界首位。文章认为，中国能在全球占据重要位置，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在这7个领域的发展太过迅速，时代在进步，世界各国都在向前发展，但是中国却能在这些国家中脱颖而出，绝对不是偶然，而是通过了中国14亿人民的辛勤努力换来的。中国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跟不上这个强大的国家前进的脚步，因此它顺理成章地站在了国际前沿。有相关分析人士指出，其实如今中国能够对世界各国产生巨大影响，主要的威慑力来自于经济和军事。虽说其他5个领域也有巨大成就，但是这2项发展尤为突出。经济实力作为中国的杀手锏，让我国成功的在国际上站住了脚。美国兰德公司分析师指出，相关数据分析显示，2021年中国经济以98的指数在亚太地区居于首位，而与中国相比的美国经济指数却只有87.7。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跟中国相比却拉开了惊人的数据，可想而知，中国的经济力量能对世界各国带来多大的影响。其次是军事，虽说美国政府现在拿出了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国防力量，但是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并不逊色，不论是海军还是陆军或者是空军，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新型武器，不断研发出了高科技新型武器装备。有美国军事分析专家指出，美国2021年的军费投资是中国的3倍，但是他们把更多的钱用于了军人的工资和维护过旧的核武器，而中国的大部分军费支出都用于了研发和购买新型武器装备。所以说，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国际上也是能够位列前茅的。总而言之，现在的中国并不是10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美国也不再是100年前的美国。如果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服气，非要和中国碰一碰，那就来试一试，我们并不会怕的。中国经历了上下5000年的历史，并不是你们随随便便的制裁和打压就能够击垮的。被美国投了战略迷药的印度，掂不清自己几斤几两，莫迪对战策略出现重大错误，被群众疯狂怒批。他是把印度往火坑里面推。不久前，印度派出了一艘护卫舰和韩国军舰一同在东海举行了一场联合军事演练。随后，印度媒体就沾沾自喜地报道，这场演练是为了展示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实力，还将这场演习故意夸大成所谓的东进战略。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抗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除此以外，印度外长苏杰生近日在前往俄罗斯后的访问中，又对中国恶意的抹黑。他称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1年中关系尤为紧张，是因为中国不遵守2国的边境协议，率先破坏了2国和平稳定的局面。苏杰生在俄罗斯外长交谈时恶意抹黑中国，扭曲事实，颠倒黑白，挑拨中俄2国间的关系，让我们看清了印度的面目。之前印度疫情局势蔓延，受到西方冷落后，是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现在印度非但不领情，还恶意对中国抨击，这让我们明白了，印度其实和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有着同样一副丑恶嘴脸。而现在迎来怪的消息，据印度媒体相关消息报道称，近日莫迪当局表示要对阿富汗出军，还称印度军队习惯于山地作战，在这方面拥有丰富作战经验，完全可以出军协助阿富汗。莫迪当局这样的决策也真是让人为印度群众捏了一把汗。还有印度网友对莫迪的战略决策表示不满，他认为莫迪这样的行为就是把印度往火坑里推。世界各国都知道，如今的中国发展迅速，实力强大，而莫迪却选择同中国作对。人都知道目前中俄2国间很友好，苏杰生却到俄罗斯去告中国的状，真是极为可笑。而现在却又妄言出兵阿富汗，这简直就是在拿印度军队开玩笑。对此，有相关分析认为，印度之所以这样，其实是被美国投了战略迷药。因为美国看到了印度有利益可循，所以就去拉拢印度，让印度成为了美国对抗中俄2国的炮灰。但是莫迪也偏偏上当了，开始失去理智，得罪了中国以后，又扬言出兵阿富汗，连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都打不过的塔利班，印度军队去挑战的话，可能要被打成筛子了。总而言之，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不仅不懂得感恩，还要栽赃陷害，恶意抹黑中国，这样的行为是极为可耻的。也可以看出印度内心的险恶。在美国的利诱下，印度也有可能成为继乌克兰之后的第2颗棋子，而最可怜的就是由印度政府领导的印度群众了。
文在寅头号对手公开反华，对美日谄媚示好，但为何我国一出手后，他立马就怂了？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日前一位1985年出生的80后韩国人引起了许多韩国媒体的关注，因为他打破了韩国政史上的传统，当选为韩国最大的保守派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领导人。一些韩国媒体甚至认为，这位名为李俊熙的男子将成为韩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主要政党领导人的出现，而他的出现标志着韩国80后政治时代的到来。据了解，李俊熙之所以会突然间名声大火，背后离不开美媒彭博社的操控，而他被美媒所支持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声称自己是文在寅的头号对手，并且对文在寅的亲华政策感到不满，并扬言要与中国死磕到底，公开反华。除此之外，李俊熙本人还曾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不久前还拜访过日本驻韩国大使，表达了希望韩日友好的意愿。种种举动可以完全用对美国谄媚示好来形容。那么，这位韩国80后政客叫嚣和中国死磕，是不是意味着未来的韩国将出现一个韩版的特朗普呢？就目前来看的话，李俊熙还不够格，或者说还不配，因为李俊熙对华吐了一番胡言乱语后，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立刻会见李俊熙，阐明了中方立场。于是乎，会见完之后，当天李俊熙就再度公开表示，自己无意在政治上利用反华情绪，而其所在的国民力量党也紧急派出了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媒体称李俊熙反华是不实消息。也就是说，我国一出手后，这人立马怂了，可见他与特朗普之间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但需要知道的是，无论谁当上韩国总统，哪怕是特朗普当上了，也依旧无法改变中韩巨大的实力差距。一旦在上台后叫嚣要拥抱美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华联盟，那对韩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韩国作为经济上非常依赖中国的国家，当下根本没有和中国撕破脸的实力。因此，无论李俊熙也好，特俊熙也罢，无论嘴巴上说了些什么，在中国的绝对实力面前，都只能将说出来的话再咽回去。不过，想让韩国一心一意地靠拢中国也是件难事，毕竟韩国的经济命脉和本土安全都在美国人手里了。为何伊朗局势即将变天了？在伊朗和美国关系紧张之际，为何伊朗内部却突然闹起了矛盾？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伊朗作为石油大国，跟美国之间的冲突时常发生，因为伊朗有足够的石油资源，使他们能在美国面前完全抬得起头来。而美国政府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想从伊朗这个国家中汲取更多的利益。但是伊朗领导人可不买账，他们不愿意被美国压在脚下，所以态度一向也是非常强硬。再加上前一阵伊朗上任了强硬派代表的新总统莱西，更是对美国多多少少有了意见。不过美国政府不敢轻易对伊朗动武，也有原因的。伊朗作为世界石油大国，全球很多国家的石油都是从伊朗进口，交易货币也都是选择了美元。如果惹怒了伊朗，选择放弃美元结算的话，那对美国来说肯定会产生损害，这有极大可能加剧去美元化的形势。所以双方也是在尽量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以防出现更多的矛盾。路透社消息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埃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就双方在押的人员进行互换谈判，并已经做好了交换准备。他宣称，伊朗将释放所有的美国在押人员，同时换取美国监禁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伊朗公民。由此看来，伊美双方似乎正在进一步的缓和双方在之前产生的一些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能在核协议达成一致。不过，更让人值得关注的是，在伊美两国关系紧张之际，伊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据参考消息网相关消息报道，近日，伊朗外长扎里夫开始敦促伊朗总统莱西及其政府应该遵守之前达成的核协议。扎里夫表示，按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伊朗政府应该遵守核协议，因为国家必须得发展，所以伊朗总统应该以长远的目光来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只从眼前的局势或者是意识形态上去分析伊朗应该怎么做。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在核协议方面，伊朗新任总统莱西态度一直都是非常强硬。此前莱西上任后就立马亮出态度，表示不会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即使美国能够取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也不会跟美国出现友好相处的局势。而现在伊朗外长扎里夫又要让莱西遵守核协议，这未免有点难为莱西了。按理来说，扎里夫应该与莱西保持一致的态度，但现在却似乎要和莱西作对，这必定是有了一些冲突，让伊朗内部开始起内讧了。但这时间点也太不是时候了，美国肯定是巴不得伊朗出现这样局势，能够从中捣乱了。这样的局势是否也意味着伊朗的局势可能要变天了呢？